英子能有你这种搭档，我很放心。他热血、聪明，能扛事，但有的时候啊，容易冲动。你呢，缜密稳重，你们俩在一起，正好互补。谢谢您的夸奖。有事啊？梅先生，我是为筑城案来的。有什么问题啊？我就是觉得有点奇怪，像筑城这么大的案子，管理人费用最后有3000万之巨，哪怕量城所的人都参与，每个人所得的利益也是巨大的。那为什么您和您先生当年没有用所里自己的人，而是除了自己的助理以外，找了刚重获自由的许卓律师呢？工作需要。是吗？我们夫妻都很欣赏许卓，当时呢，他刚好成立自己的律所不久，你也可以理解为是提携后进吧。只是这个原因吗？你以为呢？如果您说是这个原因，那我就接受。怪不得英子欣赏你。我是最好的配角。好吧，我承认，在这件事情上呢，我们有做的不妥的地方。人啊，总是事后才能看明白。当年，我们夫妻俩从原来的律所辞职，带着几个不得志的学生，同心戮力，有了后来的良城所。我们把自己看成是律所的主宰，学生们的主人。现在回想，这种权威很愚蠢，它限制了学生们自由的发展，也击碎了我们之间的尊重。学生们任何自主的想法，都被我们看成是忘恩负义。那个时候，我很膨胀，杀伐决断，好像都在我的唇齿之间。就是在这个时候，筑城案来了。喂，徐老师。今天怎么没来？抱歉，徐老师，我家现在临时有点情况，我这2天可能都过不去了。这样啊，那加入卓越的事情考虑怎么样了？对不起，徐老师，我可能还得再需要点时间吧。我这儿还有点忙，我就先不说了哈，再见。你在啊？你怎么没去卓越所啊？哎，你过来呗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那正好，我刚才去找了梅先生一趟。等你说完，我也正好想跟你聊2句。你先说。许卓想让咱们3个加入卓越所。哦。然后呢，让我当合伙人，你和夏初律师呢，当卓越的律师。哎，但人说了啊，给你待遇从优。然后咱仨还是一团队。你答应了？你猜？那你怎么想的？哎，其实啊，我因为这个事儿，昨天我也跟陈硕说了一下。他觉得呢，许卓是因为担心万和转移资产这个秘密泄露，所以就拿加入合伙人这条件来堵我的嘴。哼，反而我是越来越看不懂这许卓了。那之前因为万和的案子，我下意识地认为他和梅先生的案子有牵扯，但是梅先生呢还总给他做背书，我也就没多想，觉得还是量城所的嫌疑最大。为什么呀？我觉得当年梅先生发现于成犯罪的线索以后，为了保证破产重整顺利进行，所以选择暂时保密。而这件事呢，
被良城所的合伙人知道了，他们就发现了有一个巨大的风险摆在自己面前，万一筑城的股东得知管理人明知道余城犯罪而选择隐瞒不报，那他们将来的利益诉求就很难得到满足啊，转过头来就可以诉管理人失职而要求赔偿，而良城所就要面临着上亿的巨额赔偿，而他们的合伙人也要赔上全部的身家。筑城案呢，梅先生夫妇又没有让良城所的其他人参与，也就是说，巨大利益没有我们的份儿。可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呢，我们要面临着倾家荡产的风险。但是，如果梅先生夫妇倒下呢，那这事儿就不一样了。利益呢，大家可以均摊，风险呢还可以随时把控。你说的都对，但是你忘了一条。良城所当时是没有人知道筑城案内情的，知道内情的除了梅先生夫妇的助理，就只有许卓了。可这事儿吧，我也跟梅先生那儿求证过，他说不可能是许卓，而且我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许卓就跟这件事有关联。你说梅先生夫妇一直都很支持他，他何苦要捅自己恩人一刀呢？恩人，许卓希望自己有恩人吗？据我所知，许卓第二个案子的辩护人就是梅大亮夫妇。古人说大恩不言谢，深恩几近仇。大恩没办法报，那就想办法把恩人杀掉。梅大亮夫妇性格一向强势，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对待一个受恩于他们又穷困潦倒的年轻人呢？再说许卓，许卓是甘愿当小跟班的人吗？还有一点，如果真有债权人对管理人进行巨额索赔，那许卓的小律所是肯定逃不掉的。说是这么说，但我看梅先生也心甘情愿地为许卓背书啊。梅先生是你的恩师，你看他肯定自带光环。但我很客观，我今天问梅先生，当年筑城案您为什么不给自己人，而是给了一个外人许卓？你知道梅先生是怎么说的吗？我们把这个肥差交给了一个外人许卓，我们的确欣赏他，但这也是一种警示。我们想让谁活，谁就活；不尊重我们，只能被晾在一边。可惜，这些都是在老于死后，我才慢慢反思察觉到的。可当时我们以为，我们就是在扶持年轻人。我没跟你说这话之前，你知道梅先生是这样的人吗？反正我觉得现在就一切都是我们的推理，但是我想是在这件事情没调查清楚之前呢，就先不去入院所，先让夏叔替我去。徐老师，英子，我之前也跟您说，因为家里不是有点事儿吗？您看我能不能先换个律师去，换我们律所的夏叔律师，行吧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啊，可能要回一趟那个老家岭南。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这个其实您也知道，这个我家里不是就剩下我父亲一个人了吗？他呀，老人家老是觉得我一个人在京北，他不放心。而他不是又有一个什么得意弟子，就想让我回去认识认识，那我就先回去看看吧。你是说你要去相亲吗？这么理解也可以。相亲，你不至于吧？嗨，主要是我这老父亲啊，也是快70岁的人了，我不是得让他老人家放心吗？哎，对了，徐老师，那个关于这个加入卓越所哈，这个事儿我考虑清楚了。那结果是什么？这个事儿呢，我也是跟秋华律师还有夏叔律师都说过了，他们听完很激动，跟我的心情是一样的，都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认可。但是您也知道，我们这3个女孩就有时候想的也比较多，因为我们就总觉得放不下我们这个小律所，所以呢，也算是做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吧，就是我们
就先不加入卓越所了。但是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这个认可和理解。你们不加入，我很难过。是，我也是。但也没办法，你还是先回家吧。早聚早会。哎，谢谢徐老师的理解啊。再见。吓唬什么呀？牛！现在撒谎都不带打草稿的了啊！我容易吗？哎，人在江湖飘。哎，对了，就我这暗中调查这事儿啊，就先别跟夏叔说了。他又提起祝成案了。他怀疑梅大良出事和祝成案有关，他担心我会像梅大良当年一样有危险。你搪塞过去了吧？暂时消除怀疑，但对是否公开万和转移资产的事儿，他还是模棱两可。我拿不准他，你还是尽快解决陈硕吧。我提醒一句，他和陈硕的关系非同一般。走了。夏叔，我们俩把钱借给你，你就别犟了，行吗？不行，罗姐的钱都投在所里了，你的钱也有自己的用处，我不能要这笔钱。我也帮你算了，郝磊呢目前欠咱们121万，这还只是第一笔，全部的欠款呢至少有200万。按照你的提成的话，你爸那笔钱应该能凑个大头。你算少了，还有滞纳金21万呢，这笔钱必须要，记住了吗？我知道，不过这次郝磊手头的钱估计都得上供给张兰姐。你一穷二白的，还担心上大少爷了，他用得着你操心吗？卖2套房子钱就出来了。就算是卖房，也没这么快出手的呀。过几天就是股东会了，之后我再问他要吧。哦，对了，夏叔，那个我忘了个正事儿，卓越所那边那案子啊，我暂时不去了，还得麻烦你去卓越所跑几天，行吗？是去徐老师那儿吗？是，郝磊那边是不是就剩张兰的事儿了？你有空吧？他不还我钱，我搭理他干嘛呀？晾一边得了。正好我还没跟徐老师工作过呢，去体验一下。你跟一2进宫蹲过看守所的体验什么呀？他天天猫在办公室里装高雅，咱们呢天天起早贪黑的。你最好别期待。那个债权人会议马上提上日程了，确实有点着急，要不你就明天去吧。好，那我先下班了，我回去准备准备。不是，明天去，你现在下班，才1点多。我想去做个脸，我之前办的卡还能再做几次呢。啊，谁让我有求于你。我走了，拜拜。啊，拜拜。刚才还为钱发愁呢，这就做脸去了。这许卓还真是人见人爱呀。那现在烦心事儿也一堆，我宁可他多去看徐老师2眼，分散一下注意力。您迟到也太久了吧？这都几点了，你怎么还没来啊？小姐，请问你有预约吗？我们一起的。你怎么才来呀？堵车了，徐老师来了吗？早来了，快走吧。给。不是大小姐，您干嘛呢？啊？你都迟到了不知道啊？我第一天过来上班，肯定要给徐老师留个好印象呀。你看人都笑话了。徐老师留好印象。你这打扮的花枝招展的，你是来工作的吗？这给谁看呀？好了好了，我哪花枝招展了？这叫注重仪容仪表。受不了！徐老师啊，行了，快走吧。徐老师，咱们又见面了。你是？您不记得我了吗？我之前和罗律、秋律去过您的公益活动，我还跟您合过影呢。夏律师是来接替罗律师工作的。欢迎。不过，
之前的工作都是你和罗英子在干，现在突然间换人。放心吧，许律师，我们夏律师的脑子就像计算机一样，所有的法条都能过目不忘，倒背如流。工作能力您完全可以放心。行，既然你们坚持要换，那就换吧。不过债权申报确认之前，所有的账都要弄清楚。没问题，走吧。那个徐老师，我上次想找您签名，但是没来得及让您帮我签。我这次特意把您的照片打印出来了，您看看能不能帮我签？不必吧。没事没事。谢谢徐老师。好了吗？好了好了，走，徐老师拜拜。方律师，罗英子突然间不干了，来了一个叫夏舒的，我想跟你打听一下，这个夏律师，她之前是你们所的吧？夏舒啊，这个女孩你不用担心，她当时来我们所是因为她父亲的关系，后来她爸爸不是出事了吗？我们也不敢再留她呀。哎呀，这个孩子呀，挺简单的，就是一个背书的机器，喜欢背法条。办案子，他可真没办过什么案子。你就把他办公室的网速提得快一点，让他尽情的玩游戏就行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闲人是最好养的。先这样。你这照片从哪儿弄的？网上当的呀。我找了好多照片，最后选出这张最帅的。喂，你快好好算了吧，你来是工作的啊，不耽误。夏律师，徐老师，新环境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徐老师，你快坐，我给你倒水。许律师，您来的正好。鼎新有一笔债权，现在账是对不上的，我正好想请教您一下，就这一笔。跟最后这个总数。行。你们这的网速够快吗？啊，什么意思？挺好的，我刚看了一眼，工作肯定是够用的，打游戏差点。要不要在这儿再加个路由器？不用了，我们是来工作的，又不是来打游戏的。工作要做好，游戏要打好，还有哪个？徐老师。宁山的高律师和贾律师到了。行，知道了。那这些晚上再说。你们先忙。徐律师，你们好。徐律师，请。来，请。这代理费只分给咱们一半，工作都让咱们干，他倒挺合适的。好不容易遇到点问题，说跟他商量吧，还要等到晚上，什么意思啊？晚上还让咱们加班呗？秋姐，徐老师来客人了，我去帮忙倒水啊。不是，夏舒，不用吧？徐律师，我们是代表宁山集团的孙总来的，有个案子想委托您。您喝水。哎，谢谢。徐律师，谢谢。我们想委托您起诉梁成锁。您是？哎，张律师你好，我是夏舒，我也是那个鼎新案团队的。您好，夏律师。您上来有什么事儿吗？那个我是来找您的，张律师。我之前在下面看了一圈，好像就我跟您是同龄人，我有好多事儿不懂的，想问问您。我可以加您微信吗？当然可以啊。太好了，我想明白。好。哎，我们下去好，那个徐律师在忙是吧？对，他在这里招待客人。好的，来，我扫你。好，我把手机号给你发过去啊。好嘞，我一会儿存一下。那我先去忙了。行，有机会我请你吃饭。嗨，随时联系啊。
夏叔，不至于吧？我们来这里是工作的，不是给他们当服务员的。秋姐，你没注意到刚才来的徐老师的客人是名山的吗？名山的，他们来干什么？我刚才在门外偷听了一会儿，好像名山集团的人要找徐老师起诉良辰所。起诉良辰所？我怎么记得名山这个案子是陈硕代理的呀？名山起诉良辰所，会不会是冲着陈硕来的？但是我确定，我听到的就是他们要委托徐老师起诉良辰所。徐老师接没接，我没听到。行，夏叔，你这趟没白来啊！这件事情你得好好留心，继续观察。万一许卓要是代理了，咱们得马上告诉罗英子。哎，对，罗英子跟陈硕的关系，你早就知道了。那当然了，所以我才敢给徐老师献殷勤。夏叔，以后谁要是敢小看你，就是瞎了他的狗眼啊！比如我就瞎了好几回。来，继续给我好好演啊！就当着他面演，就像刚才那样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哎，这张还是帅呀。你比他帅多了。要求返还律师费，这个不妥吧？人家代理你们打官司，这官司打赢了，你们想要回律师费？徐律师，不是我们不想付律师费啊，而是这位陈律师趁火打劫，要得太狠了。再说现在我们双方已经和解了，用不着律师了，他还想按原来的要。这不也是你们之前同意的吗？现在市场经济，你们能不能有点契约精神？徐律师，这还真不是我们不讲契约精神，实在是这个陈律师啊，他胃口太大了。再说了，他不经过我们同意就擅自从公管账户里边提款，这事儿做的有点太那个了。良辰所的陈硕，是。这人我认识，挺难缠的。这个陈律师偷奸耍滑，本来我们也不想赌这口气，好话说尽了没有用，有事根本不商量，直接从账户里提钱，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。就是说，开了共管账户，他没通过你们，然后把你们的权限给撤销了，自己从账户中把钱转走了，对吗？就是这么回事。所以啊，我们觉得他违规了。这就要看你怎么理解了。转走560万，数额不小。这还只是第一笔钱呢，他坚持索要全部律师费。那你们为什么找我呢？是因为我比他便宜吗？哪里，因为我们知道您3年前和陈硕打过一起合同纠纷案，当时您赢的陈硕是哑口无言，我们都非常佩服。我们孙总还知道您之前代理过我们公司和茂源的官司，那回您代理的是茂源，从那次开始，我们孙总就知道您的厉害了，所以这次我们孙总无论如何也要请您来帮我们。找我代理可以，代理费我要560万，1分不少。可是我们要的钱就是560万，这就看孙总的诉求是什么了。是想要追回这560万，还是想出口气？如果是后者，560万就是我的代理费。孙明山找许卓和咱们打官司，但许卓跟我们都在万和的案子上。这案子一旦落到他的手里，我们就彻底的被拿住了。许卓虽然还没有决定，但是我们得做最坏的打算。接明山案的时候，陈硕的确承诺过风险自担，但是他毕竟是咱们所的人，我们不可能不受影响。更何况，许卓这个人，大家都很清楚。明山案事小，没多少钱。万和就不一样，如果他在万和的案子上给我们使坏，
把万和转移资产的问题给抖落出去，那到时候咱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。陶正，陈硕是你引荐来的，所以呢，在这件事上，你务必要搞定他。我怎么搞定？让他把钱退回来？你觉得他能退吗？再说了，也没有办法退啊，税都已经交过了。只要他同意还，所里把税给他补上。还有，我们可以承诺他，将来在万和的案子结了之后，管理人费用上面拿出一部分给他，弥补他的损失不就完了？你觉得他会同意吗？他不同意也得同意啊！许卓牵扯的利益太多了，一旦万和出事儿，咱们所收入指数下降，那都是小事儿。怎么向当地的政府和法院交代？以后咱们还能再接到这样的案子吗？好吧，我试试。可我觉得，这事儿应该从许卓下手，他可是个定时炸弹。他跟我们又不是不认识，打个招呼总可以吧？许卓这边，我来找。你找陈硕之前，先找老韩，让他把拿到手的钱退回来。什么？把提出来的钱再退回去？你让我以后在律师界还怎么做人啊？对韩律师，你就不用那么客气了，退也得退，不退也得退。顾不上那么多了，万和的项目要紧。韩律，所里向你承诺，虽然你没有参与万和案，但是只要你把钱退回去，万和的破产管理人费用到账，我们保证你的收入不会低于这笔收入。我不干，那是我应得的，我凭什么退回去？韩律，如果我们坚持不退的话，那就会跟许卓闹上法庭。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跟许卓搞坏关系。我就搞不明白了，哎，一个堂堂的良城所，怕和一个进去2回的混混搞坏关系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把柄让他给抓住了？韩律，我不能告诉你，但是在万和的案子上，我们的利益跟许卓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。我们这个时候跟他打对头是非常不明智的。我也是良城所的合伙人，陶律师，有什么事儿不能让我知道吗？韩律，我们不告诉你，是为了免除你的风险。这件事情，除了万和的工作团队，所有人都不知道。我来就是通知你把这笔钱退回去。为了这个项目，我们必须在这个案子上让步。你也是合伙人，要为整体利益着想。行，只要陈硕退，我马上就退。韩律师，郝律师，这个案子是陈硕的，我只不过是配合，代理费也是他拿大头，他不退我退，那不成了我逼着他退吗？我做人不能这么做呀。韩律，老同志，做个表率嘛。我都这么表率了，还不行啊？为了万和项目，我牺牲自我，你还让我怎么表率？我表率了，把陈硕晾在那儿。做人不能这么做，你可以，我不行。我还是那句话，钱我可以退，只要陈硕退了，我马上就退。我跟方律说说。什么玩意儿？就当我是软柿子好捏是吧？谢谢。我就开门见山了，徐律师。我不希望你代理明山案。为什么？在万和项目上，我们可是一条战线上的。位置不一样，责任是不一样的。老许啊，以你现在的名望，我真的觉得你没有必要非得要接明山这样一个案子啊。
更何况你告的还是自己的同行，难道你不考虑一下自己以后的名声啊？我早就名声狼藉了，不怕。你是已经答应代理名山案了吗？还没有。我向名山提出560万的代理费，他们现在没回复我。你就为了这560万，什么也不顾啊？接受当事人的委托，为他们实现他们的诉求，领取我应得的报酬。我想不通，有什么需要顾忌的？难道就不考虑一下我们2个所之间的关系啊？不是2个所，是陈硕，我不考虑。杨先生，这胜诉了高兴啊？是，不能高兴，对方肯定得上诉，咱得集中精力打2审的。但是呢，我的这代理权限呢，就到1审结束，所以2审您这边还委托我吧？当然，陈律师，2审要多少钱？您说个数呗。多少钱啊？打8折啊？我徒弟说打8折不用，这样子2审呢没有那么难，咱就对折吧，5折行不行？那多不好意思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哎，又人啊！陶律师早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哎，陶律师，我们所的金牌合伙人。你好，杨先生。哎，杨先生，这样，那就没任何问题的话，我就让助手把这合同起草一下。明天您受累来签一下，行？行，陈律师，那您先忙啊，明天我再来。好，麻烦啊，还得特地过来一下。再见，杨先生。哎，再见。当事人走，替师傅送一下。啊，去送一下。有事啊，陶律师？没事儿，刚来，看你在，进来跟你聊会儿。哦。是你的办公室有点小啊，下一次合伙人会议跟他们说一下，给你换一个。不用，我跟方瑞坐着挺舒服的，不用换。毕竟你给所里也创造了不小的价值啊。就这事儿啊？陈硕，你来良城所是我引荐来的，来了，感受如何？我觉得挺好，挺自在，挺随意的。你自在，我可没那么自在。我引荐你来的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，我就是你的保证人。万一你有什么事儿，最先为难的是我。陶律，咱有话直说吧，好吧？陈硕，名山集团委托卓越所的许卓起诉我们所，要求我们返还那笔律师费。许卓，当然啊，现在他们还没有谈妥，但我听说孙明山是奔着许卓去的，我也觉得他们早晚会接这个案子。没想到吧？是没想到，那也不太意外吧？这是先生他能干出来的事。许卓这个人啊，挺厉害的，你可能不了解，但我了解。只要他觉得有必要，他可以对任何人下手，而且毫不留情。他能对任何人下手，我知道；他毫不留情，我也知道。那你刚刚说这厉害吧？我还想亲自领教一下。哎，要说起来呢，名山集团背着律师跟对方谈和解，出卖律师的利益，是缺德。但我们没有经过对方的同意，提取了高额的律师费，也不是无可指摘的。前面他们要求返还，我们挡住了，但万一将来许卓代理他们，那情况可就复杂了。有什么好复杂的？这事实不是挺清楚的吗？还有我就不太明白了，陶律师，这许卓不还没代理名山的吗？咱所里面或者您用那么紧张吗？我们可以不紧张，但是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陈硕，你知道吗？万和案，许卓代理的是最大的债权人鼎新，万和所有事情他都知道。哎，可以说跟我们所是互相掣手的关系。如果真的在名山案跟卓越所闹翻，势必对万和案是灾难性的影响。
兄弟，万和案的管理人团队是我挑的头啊，所以呢，从长远来看，也为了顾及你兄弟的颜面，所里跟我本人希望你把那笔律师费给退回去。当然啊，所里也保证，在你退回钱的前提下，所里跟我会代表你，去跟明山集团交涉，最大限度的保护你的利益，可以吗？看在你兄弟为难的份上。陶律师啊，你引荐我，把我带到量证所，这事儿我谢谢你。那如果让你为难的话呢，我跟你道歉。但是这件事儿，对不起，我没做错，这钱我肯定不退。所以呢，你也不用跟所里任何人去解释什么，你就把所有事儿推我身上就行了，好吗？陈硕，是我哥，我把所有事儿都推你身上，我自己能摘得出来吗？别人会怎么说我，怎么看我？你要这么为难的话，我离开量证所，我可以的。听到了？师傅，我刚才门口都听到了，他们让你把钱还回去。我不还，拒了。那他们会对你做什么呢？不知道，后边有可能。师傅，这个事儿是我跟你一起做的，况且我也分到钱了，所以无论你在哪儿，我跟你一起担着。知道了，谢谢你，方瑞，去忙啊。方瑞，没那么程度，不至于啊，没事。找他谈了吗？谈了。还是不想退呗？好心好意的把他请到所里来，这来了以后，干的叫什么事儿啊？方律，你要这么说，对他可就太不公正了。我刚才也算了一下，不算这100多万，他给咱们所创造了小300万的价值，带来的麻烦比这大多了。这钱呀，他真得退。他如果坚持不退的话，那我们只好跟他撇清关系了。王律，他毕竟现在是我们所的律师，这个关系撇不清的。要不然，你找他谈谈。人是你介绍来的，现在出了问题，我来擦屁股。喝你的奶吧。给陈硕律师打个电话，让他上来一趟。好的，黄律师。师傅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没事，我自己去。你找我，黄律师。请坐，陈律师。陈律师，你应该记得，在你当初接这个案子的时候，我就提醒过你，当律师的当然只看法律，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情况，可比法律复杂的多，而且有许多事情，也不是仅靠法律就可以来裁判的。我当律师已经超过20年了，深知有些事情可为，有些事情不可为，顺势而为才是上策。
那在这件事上，什么是顺势而为啊？退钱，不要和不可名状的事情拧着来。你这一次在这个案子上受的损失，所里今后一定会补给你的。我现在就给你保证，万和的项目你没有参与，但我可以在名义上让你加入万和的管理团队。你也不需要做什么事情，将来分配的时候，你就和其他人平均分配，好吗？我拒绝。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不可名状的东西，人类才发明了法律和规则。作为一个律师，我只相信法律和规则，我不放弃我该得的，我也不要我不该得的。不管怎么说，你是良城的一员，你要为良城所的大局考虑。方律师啊，这个就是我跟你的不同，你看重的是利益，而我看重的是做人的原则和底线。别的我不考虑。没别的事儿的话，我先去忙了。不考虑后果吗？我自己的选择，所有的后果我自己承担。雨怎么迷上了眼睛？等待一束风来把它唤醒，肩上的太阳和雨水的重量，他不曾提起。雨飘飘荡荡，不着痕迹，轻语之间，它来去不语。我习以为常的宁静，是看不见的云给我隐蔽。那一片洁白的柔软的云朵，挣脱着风和雨晴和阴的诉说，在明暗间来回的沉默的穿梭，一点微光会让它穿透。那一片安心的口中的云朵，微笑那人世间的苦涩与过错，它懂我所有的笨拙和执着，在我们的天